印度发现了新情况，边境地区的解放军配备了便携式制氧机，印军真的是太难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期中印边境的局势虽然总体上比较稳定，但是在东线发生的一次肢体冲突事件仍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网友认为，印度人看起来又皮痒了，或者是更加焦虑了。也的确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军在中印边境西线面临着严重的战略劣势，因为解放军的整体战场建设优势正在被快速放大。其实，中印边境地区的总体情况仍然是以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竞赛为主，一两次肢体冲突无法改变印军的退势。印军想在藏南地区挑衅，同样也占不到便宜。这两天，央视新闻纪录片中的一个镜头又进一步刺激到了印度军队的神经。据印度《欧亚时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在与印度接壤的高海拔地区开始佩戴便携式制氧机，这将极大地减弱高海拔地区因稀薄大气影响呼吸的问题，从而提高官兵的战斗力。大家都知道，基于高海拔地区含氧量不足，会直接影响官兵的体力、反应速度，甚至是生命健康。印度军队同样认识到制氧机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无法解决制氧机的重量、成本、持续工作时间和可维护性等问题。也就是说，印度军队到现在也无法为其士兵配备适合大量部署的国产制氧机。有印度专家酸溜溜地说，印军没有为士兵配备制氧机，是因为印度军人对高海拔地区的环境适应性更好。这话不值一驳。实际情况是，他们根本没条件装备制氧机，只能想想而已。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3地作战中，作战人员携带制氧机以后，就可以大幅度减少气喘吁吁的情况，士兵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实施运动，并更加稳定准确地进行射击。在中印边境的很多地方，官兵都要驻守在海拔3000到5000米的地方，这对制氧机的需求量是100%的。从央视播出的画面看，解放军配备的制氧机看起来像是一个小盒子，挂在步兵的肩膀上，通过一根柔软的透明管以及管子上的一个喷嘴连接鼻孔。据报道，这个制氧装置的重量为2到3公斤，价格在400至3000美元之间，这对于相对富裕的解放军来说可能不算什么。而印度军队由于军费有限，又把大量的钱都用于引进国外的先进武器了，因此很难为其士兵配备制氧机，何况其国内又缺少能够生产合格制氧机的厂家。目前对于解放军的这种新型高原装备，他们只有羡慕的份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便携式制氧机如果大量普及，还能为解放军其他战区的野战部队的快速部署提供帮助。为了让一名士兵适应高原环境，过去的办法是经常组织高原山区的演训活动，而现在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为部队配备便携式制氧机，后者可以直接解决解放军其他战区快速反应部队对高原环境的适应问题。用印度陆军司令的话说，更快的适应环境，对于减少增援部队从平原到高海拔地区所需的时间非常有用，也就是可以减少4到5天的适应期。这话说的倒是比较专业，可惜他们目前只能干看着，没办法解决。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前半年就能够出口2.6万台制氧机，对于这种便携式制氧机的产能也是非常充足的。当然，便携式制氧机如何在重量、电池寿命和成本之间取得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技术话题。只要解放军的士兵开始列装，说明我们的便携式制氧机已经能够满足实用化的需要了。总体而言，决定中印边境对峙态势的变量，除了基础设施和武器装备以外，提升官兵环境适应能力的装备也非常重要。解放军既然在总体态势下获得了优势，那么下一步就是要给战士配发更好的装备，让对面的印度军队羡慕嫉妒恨去吧。
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